Hello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呢？羡慕别人有更好的工作，羡慕别人有温柔体贴的伴侣，羡慕别人可能有2个非常可爱的小孩，或者是羡慕别人比你有更多的钱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。最近呢，有几个朋友给我留言，问我要 PayPal 或者是 Patreon 的账号，想要给我的频道一点小小的支持。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，我把账号呢留在 description 里面，随意就好。现在呢，就是每一期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面，我都会放我 Patreon 的链接。那在这个链接里呢，你可以找到在这个视频当中出现的所有的有用的词汇列表。那在 Patreon 上面，其实已经有几个朋友他们付费订阅了这个频道。那我相信他们这么做呢，不仅仅是想要拿到这个词汇列表，其实呢，他们也是想给我的工作一点鼓励和支持。我在这里特别谢谢你们。还有那个给我 super thanks 的朋友，我在这里也要说超级感谢。不过呢，我也想说，不管你们是不是用钱来支持我的频道，我都爱你们。我喜欢每一个看我视频，给我留言、给我点赞的朋友。其实呢，钱是一种支持，点赞和留言也是一种支持。我喜欢每一个认真学习中文、想要提升自己的人。你们跟我一样，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羡慕别人的生活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，前一段时间呢，有一部非常火的台剧叫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。台剧的意思呢，就是台湾电视剧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说港剧、香港电视剧、美剧、美国电视剧。那这部台剧很火的原因呢，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非常的现实。我在想怎么跟大家解释非常现实这个词。台湾拍过很多偶像剧，偶像剧当中呢都是帅哥美女，男主角一定是又帅又有钱，女主角呢一定是又漂亮又单纯的灰姑娘。我们说灰姑娘呢，就表示这个女生的家庭呢非常的普通，其实各方面都很普通，但是呢一定是又美又善良的那一种类型。剧中的那个又高又帅又有钱的男主角呢，除了这个灰姑娘谁都不爱。那这样的剧情呢，我们会说不太现实，因为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非常的远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又有多少个普通的姑娘能够遇到高富帅呢？高富帅是由3个形容词组成的。高呢就是长得非常的高，然后富就是富有有钱的意思，帅呢就帅你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呢经常用高富帅来形容一个男的，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男性。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剧呢就很现实，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。剧中2位女主角的生活和她们的心理活动会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。那这部剧呢，是从2个40岁的女性的视角展开的。其中有一个女性呢，她叫简庆芬，她已经结婚了，有一个小孩。那她每天的生活呢，就是照顾家庭，照顾小孩，去工作，日复一日，非常的没有滋味。那滋味的意思就是味道，你可以说一道菜很没有滋味，指的就是这道菜很淡，不好吃。那如果你说生活没有滋味，意思呢就是生活非常的平淡，一点都不精彩。
用简庆芬自己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我好像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快乐的感觉了，大概我不知道还可以追求什么。于是他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假想敌。假想敌呢，不是真正的敌人，而是只存在自己的脑子当中想象出来的对手或者是敌人。那她给自己找的假想敌呢，就是她丈夫的前女友 Rebecca。当年她就是从 Rebecca 的手里抢来了自己的老公。简庆芬和 Rebecca 同月同日生，只差2岁。他们曾经呢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而且经常撞衫。撞衫这个词的意思呢，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场合穿一样的衣服，或者穿非常相似的衣服。那今天我在 Google 上面查撞衫这个词的时候呢，竟然发现这个词原来是从英文 dress same 音译过来的。那最早呢是在香港开始说起来的。我觉得 dress same 这个音可能跟粤语更加的接近，跟普通话呢离得有一点远。确定了 Rebecca 这个假想敌之后，简庆芬就找到了 Rebecca 的社交账号。他想通过社交平台看一看 Rebecca 过得怎么样。然后呢 Rebecca 她是一个单身独立女性，没有结过婚，也没有小孩。从社交平台上看呢 Rebecca 的生活非常的精彩。简庆芬看到她经常和一个小她9岁的男朋友一起吃饭，还有呢，以及她最近的2条新的动态，一条呢是说每天都有惊喜，另一条呢似乎又暗示她有很多存款。Rebecca 在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呢，让简庆芬觉得非常的不甘心。当年从她的手上抢来了现在的老公，为什么现在 Rebecca 竟然过得比自己好呢？我们再来看看 Rebecca， 刚才已经说了，她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单身女性。她买衣服呢会买限量款，有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而且工作能力也非常强。但是事实上，她的生活也有各种问题，比如说工作上的各种状况啊，还有她的房东想要收回自己的房子啊，生活上处处事情都要靠自己。那 Rebecca 明明心里很郁闷，但是呢，在更新社交平台的时候，她本来想说每天都有状况，但是最后又把它改成每天都有惊喜。这就是简庆芬看到的每天都有惊喜这一条动态。表面上 Rebecca 的生活非常的精彩，但是其实她也常常感到孤独。在年龄小的男生看来呢 Rebecca 就是老了一点，不然真的很值得追。那个比她小9岁的男友呢，其实也只是经常一起吃饭的朋友而已。于是呢 Rebecca 也打开了简庆芬的社交平台，想看看她最近过得怎么样。在社交平台上呢，满满的都是简庆芬结婚后的生活照片，上面和她丈夫和孩子的合影呢，看起来笑得真的很开心。那看到这些照片呢 Rebecca 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难道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才是真正圆满的人生吗？在这里我又用到了滋味这个词，非常不是滋味，很不是滋味，意思呢就是很不好受的意思。Rebecca 看到简庆芬的照片，心里觉得很不好受。人是很有意思的，没有得到的永远更迷人。在中文当中呢，我们经常用围城来形容这种状况。在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：婚姻是一座围城，城外的人想进去，城里的人想出来。你们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？
其实就是说，那些没有结婚的人都想着要结婚，想要有一个家，但是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呢，却又羡慕那些没有结婚人的自由自在，没有负担。那其实呢，除了婚姻，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围城效应。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有的，自己没有的。我自己呢，也跟别人说过，如果一切可以重来，我希望自己在20几岁的时候遇到那个人，然后结婚生孩子。那条我没有选择的路呢，好像就变成了一种遗憾。但是事实上，人不管选择哪一种生活，都有可能后悔的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就不要去美化那一条你没有走过的路。没有标准完美的人生。不管你现在选择了哪种生活，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它是不是精彩。你羡慕的人很有可能也在羡慕你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呢就跟大家讨论到这儿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吧。随意，随着自己的意愿。这些东西你可以随意挑选。不要随意地答应别人，万一做不到怎么办？现实，可以做名词，也可以做形容词。做名词表示客观事实，做形容词意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我们要面对现实才能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逃避现实。这部电视剧反映了现在的社会现实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往往以貌取人。他总是有一些不现实的想法，比如一年赚100万。滋味，味道，也可以表示内心的感受。这道菜不好吃，没有滋味。人生充满了不同的滋味，有苦也有甜。今天在会议上被领导批评了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精彩，美妙的，出色的。昨天的表演真的非常精彩。不管你选择哪种生活，都要努力活得精彩。甘心，情愿，愿意。我们经常说不甘心，表示心里不服气、不情愿，是指经历了某事之后，你认为结果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更好。他为了照顾孩子，甘心放弃了自己的工作。这场比赛我输得很不甘心。有些事明知道是错的，也要坚持下去，因为不甘心。他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小城镇里，所以决定去上海看看。自由自在，表示不受任何拘束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悠闲的样子。我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小鱼在池塘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。美化，表示通过装饰使某物更加漂亮。也可以表示把不好的说成好的，把丑的说成美的。你可以种些花草，美化生活环境。不要去美化别人的生活，也不用羡慕别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
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，请记得给我点赞和留言哦。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